12号，特朗普前往德克萨斯州，并放了一句狠话，终止其政策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危险。在他去德州后，就开始发生了异常事件。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报道称，德克萨斯共和党议员表示正在努力推动脱美公投议程。他还透露，不仅是德州，其他几个州也有同样的意思，并且正试图联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美国几个州要开始闹独立了吗？事实上，这次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只是一个引子，它揭开了美国所谓民主法治的画皮，而特朗普也激怒了美国部分传统精英的势力。他们为了疯狂遏制特朗普不再伪装，撕掉了所有民主法治的伪装，而且吃相极其难看，包括封禁特朗普账号，甚至特朗普此前参演的电影也要被画面处理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故意恶心人的小菜，有些人太急功近利，甚至失去了理智。佩洛西等人多次要求彭斯让特朗普提前下台，甚至推动了对特朗普的第2次弹劾。然而，他们这些极限打压的做法，其实为特朗普在其支持者心中增添了悲情色彩，反而引起特朗普支持者更大的情绪反弹。外界已经都在猜测，特朗普支持者准备在20号拜登就职典礼当天搞票大的。目前已有15000美军被紧急调往华盛顿，而且部署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将携带致命武器，这又是美式双标的一个缩影。不过也足以表明事情有多严峻。有意思的是，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称，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·怀特·米利班德预测，美国将会巴尔干化，即地区分解成多个种群。这种种群唯一的联系就是脚踩同一片土地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破裂的。这场矛盾对美国文化、自我认知、世界观都是一次冲击，再加上一些惯于搬弄是非的媒体煽动，而美国民众拥有大量武器，美国现在处于可能的内战或解体的危险中。目前更倾向于特朗普的德州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苗头，德州本就一直闹独立，现在正好来了个这么好的机会，这很可能会引发其他州的效仿。因为在疫情期间，各州就对联邦政府堆积了大量怨气，到时候学英国来个全民公投，或者是克里米亚公投，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承认结果呢？距离美国总统离任日子所剩无几，之前外界都在猜测特朗普最后关头会打击伊朗，但事已至此，他基本上翻不出什么浪花，一直指望美国打伊朗的以色列等不及了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删除了自己和特朗普的合影封面，他曾经将特朗普称为以色列在白宫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。特朗普在任期间在多个国际事务上声援以色列，并一直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，包括斩首伊朗将军苏莱曼尼、退出伊核协议、取消石油进口豁免权等。在前不久，伊朗顶级核专家也被暗杀，当时外界直指以色列和美国为幕后黑手。分析称，以色列比美国更想借此机会对伊朗进行打击，但没想到伊朗保持住了克制。当时以色列媒体透露，军队都做好了打击伊朗的一切准备，但美军却没了后文。其实，以色列早就有打击伊朗核设施、电脑病毒瘫痪计划、核专家暗杀行动，还有渗透伊朗内部等暗招，等着和美国一起对伊朗进行打击。但是特朗普迟迟没有动手，以色列越来越失去耐性。特朗普不干，那就自己来。这几天，以色列主流媒体不断报道以色列情报和军事部门重要信息，考虑对伊朗动武的信息。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消息透露，以色列正在修改可能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军事方案，包括破坏伊朗的核努力，全面削弱伊朗军事危险，与伊朗展开无法避免的战争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还在和志同道合的阿拉伯国家释放一个共同信号，继续加大对伊朗施压。然而，新一届拜登政府却表示，考虑重新加入伊核协议，并减轻对伊朗的制裁。对以色列而言，新一届美政府难以信任，很有可能在白宫过渡期间对伊朗动手。其实严谨一点，以色列早就对伊朗动手了。自本月开始，以色列就对伊朗目标发起了3次袭击，但在1月13日，简直就是暴揍级别的了。当天凌晨，以色列战机出现在叙利亚东部库尔德控制区上空，对伊朗在叙利亚最大的军事基地阿布卡麦勒基地群进行了18轮空袭，爆炸声不断，火光冲天，造成至少57名叙军和伊朗系士兵死亡，负伤人数不详。更危险的是，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，以色列和伊朗没有对话渠道，中东或再次掀起新一轮激战，只是这次主角不是美国。
目前距离特朗普离任时间所剩无几，但他还是不放过华为，并且使出最后一招。而在中国主动打出一记重拳后，美企现在还敢吗？据路透社报道透露，特朗普团队已通知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几家华为芯片供应商，将吊销华为出售产品的某些许可证，考虑拒绝向华为供货的数十个申请。报道推测，这可能是特朗普任内最后一次对华为进行围堵，以巩固其遏制全球最大电信设备的制造商最后的努力。事实上，这几年特朗普主导其盟友不断封堵华为，为何美国要对一家中企赶尽杀绝？美国曾作为互联网和全球移动通信长期垄断国，他们害怕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将在本世纪拥有经济、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，甚至害怕在新技术革命中落后，所以他们不再淡定，极尽全力威胁盟友们一起围堵。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真正跟着美国拒绝 5G 技术的没几个。而面对美国的打压，我们一向都很被动。近些年强硬的对等反制也伤不到美国筋骨，但年初我国商务部打出了一记重拳。在1月9号，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1年第1号令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。该办法被称最严反制法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却是对一切在中国市场却损害中国利益的外企极大的打击。办法中的一些规定，直白来说，一旦某些企业听从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，给中国企业、公民或企业造成损失的，受害者现在能够依法提起诉讼，要求赔偿损失。比如英特尔现在按照美国要求直接断供华为，在美国的英特尔可以按照美国要求不供货，但是在中国的英特尔公司必须向华为供货，否则面临起诉以及断供造成损失的赔偿。同样的，一些外企也想听从美国的长臂管辖，也必须先过这一关。一边砸中国锅，一边吃中国饭的日子过去了。以前无论是美企还是其他外企，面临得罪美国还是得罪中国，基本上都选择得罪中国，包括乌克兰马达西奇、荷兰的阿斯麦光刻机等，因为这样成本低。颁布重磅规定后，以后他们要么保持正常合作，如果跟着美国政府一起兴风作浪，要不就是赔死，要不就是退出中国市场。以前对等反制美国企业的清单效果没那么好，而这招直接挖到了根上，断了美国长臂管辖的根。现在美企还敢吗？怕是要先掂量掂量了。